嗨，我是 Stella。今天我口红的颜色好看吗？如果你觉得好看的话，可以看上一支影片，有详细的介绍哦。而且还有抽奖，抽奖方式超级简单，赶快点击链接，不要错过了。好啦，今天主题就要开始了。还记得前几天我朋友问我说，为什么我每个月都扣好多钱呢？虽然我后来打发他说，你看薪资明细不就知道了吗？然后，但是他也因为这样才发现说，原来自愿提缴劳退这一项呢，就是他扣钱的最大原因。到底每个月这些钱都扣去哪了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劳退吧。等你们按赞订阅以后，我们再来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就先来说说劳保和劳退的差异吧。我相信很多人就觉得说，又从我薪水里扣东扣西了，而不知道实际到底用去哪里。对，标题就是在说我妈，她工作了快要30年，却一直以为劳保等于劳退。我先说新闻说呢，2027年要倒的那个是劳保，不是今天要讲的劳退哦。劳保的意思呢，简单来说就是强制民众买保险，退休后呢是一次领或者是按年领。退休的人会领正在缴劳保费的人的钱，是一种大锅饭的概念，所以才会有破产率。劳退呢，就是强制民众去存钱，然后退休后呢一次领，属于呢民众个人去存钱。那只要国家不会倒，你都领得到，就跟你去银行存钱一样，只要银行还在，没有消失，你的钱都领得出来。那这两个相同的地方就在于，这都是政府为民众规划退休生活的工具。留言处呢，我会附上网址，可以查到就是当天为止你的个人的退休金专户累积了多少金额。那这样工作到一半觉得很累的时候，如果去打开这个专户看看，会不会有一种奖池正在累积，让人更想继续奋斗的感觉呢？如果你网络不太擅长的话，可以到劳工局临柜查询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劳退的适用对象吧。那就是所有的劳工，正职、兼职、工读生这些都包含在内。你去公司上班的第一天，公司就会帮你申请加保和提缴劳工退休金。那要如何申请呢？新工作到职的第一天，人资呢会给你一张劳工退休金提缴申报表，你可以自行填提拨多少。要注意咯，雇主提缴的6%不包含在那里面哦。如果你这时候填了0或者是其他数字，工作一段时间想要更改的话，一样呢跟人事部门提出申请就可以了。那都会从薪资上面扣款，不用再跑劳工局一趟。那自愿提缴退休金到底有什么优点呢？第一个，节税。自愿提缴最高是每月工资的6%，可以算在免税额里面，直接从你报税的综合所得税总额扣除，这样自然就有节税的效果啦。第二个，累积自己的退休金，加上强迫存款，常常一领到薪水，还没月底就花光了吗？强制扣除的方式可以默默的帮你累积一笔退休金哦。第三个，保证收益。政府在劳保局有设立专户，它保证有2年期的定存利息，是保本又保息的方式。那接下来重点部分，我们用 Q&A 来解答吧。什么时候可以领退休金呢？要怎么领？那如果当下没有工作也可以领吗？当劳工满60岁，无论是否当下有在继续工作，只要填写劳工退休金申请书和收据，寄到劳保局就可以领劳退新制退休金了，不需要透过公司办理。那雇主提缴那个6%和我自己缴的，这样总共可以领多少啊？那又会差多少呢？假设你每月工资领36300元，工作35年，然后你60岁领退休金，薪资成长率每年1%好了，投报率我们算好一点，算3%。如果你这25年以来每个月都有自己提缴6%的话，退休呢一次可以领到370万多。那如果你每月提缴是挂0的话，只有雇主提缴是180万多，差了快要200万呢。那感觉像捡到钱，这就是强迫存款的伟大之处。不然你每个月也是吃吃喝喝花掉嘛。而且我相信大家就是这么厉害，调薪幅度一定可以更大。如果你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应该提缴多少%比较好，或者是单纯只是想要试算看看的话，我网址也会放在留言处哦。还有什么不清楚，我想要许愿主题，直接就留言给我吧，不要害羞了。好啦，或是你也可以寄信给我。
欢迎分享给不知道自己薪水在扣什么的朋友，或者是以为劳退等于劳保的家人。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